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担任电影 First 的推广人，携手未来势力，为电影拓宽观众范围。王一博作为第一部电影的年度推广人，以全新的面貌亮相。王一博是文艺青年工作者中的一员，目前活跃于电影行业。他刚刚开始作为一名演员，因此一切都处于起步阶段。王一博以这个全新的开始，才刚刚踏上电影之路，因为他能够与第一个电影展合作，并以他作为电影人的名义向公众推荐优秀的作品。首先，首届青年电影展致力于记录中国青年电影人制作的各种视频样本，并提供有效和公平的评价标准。这一承诺是展览整体使命的一部分。电影节的使命是鼓励和促进有抱负的年轻电影人的探索、发现、聚会和发展。年轻一代探索和表达更广泛的视角和维度，以通过摄影来传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这一次，我们欣喜若狂的是，王一博的出现是对正在举办的青春电影展的一个合适的补充。我们都知道，他此时正专注于大银幕电影作品的制作。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被选为年度推广人。对于范来说，2022年入选的9件杰出作品，与制作人并肩而立。王一博发文表示很高兴能与这些辉煌的未来力量站在一起，让更多人看到生动的画面。有影响力的人有必要支持电影的发行，以增加能够观看的人数。这一次，王一博其实是宣传推广的重要功臣，这是他现在正在集中精力的领域。毕竟，这是王一博第一次涉足电影，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舞台，也是他身份的新面貌。除了这些品质外，他还保持低调，对这件事有着更真实的兴趣。王一博在电影工作和演艺生涯中所采取的方法，彰显了他的决心和态度。拍完这部电影，整个人的曝光度降低了，很多奖金丰厚的职业都被拒绝了，甚至出现的几率也降低了。然而，人们仍然关注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和作品。既然我们刚刚谈到这部电影，我们有义务指出，王一博已经贡献了5部不同的作品，还有更多的作品正在筹备中，等待公众观看。首先，去年完成的《维和防暴队》题材是特种兵，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是负责维和任务的杨震，整个神态和形象还是和王一博一致的。另一件作品的标题是《无名》。这张照片吸引了一大批来自娱乐界的资深专业人士，包括影后和最伟大的演员。博纳影业的胜利3部曲也随着这部电影落下帷幕。程二主任、王一博等人参与的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隐身参与信息传递的任务，其中也提到了其他人的参与。无论是善的表现，还是恶的表现，都被王一博饶有兴趣地期待着。目前看来，这件艺术品将是第一件王一博和我们一起在大银幕上合作的作品，极有可能在11黄金档上映。另一部具有戏剧性前提的流行电影《天空之王》讲述了一名飞行员的故事，他被命令继续飞行任务，尽管他处于危险的境地。以飞机为中心的作品并不多。这部由王一博领衔主演的作品出版至今已过去1/4年多，外观拍摄已经完成。这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具有科学和使命感，我们期待看到成品。同时，描绘嘻哈少年追求梦想的过程，现正在拍摄中的嘻哈作品热情展示了这一过程。总而言之，王一博对于影坛的新鲜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电影媒介将使我们能够成功地传达当今青年的观点和优先事项。每场活动都有年轻电影人陪同，
王一博是 First Frame 第一帧单元的年度推广人。估计最近很多网民都有了新的兴趣，那就是每天上网查看王一博参与嘻哈圈的最新消息。但是嘻哈的新消息并没有等待更新，相反，他们等待着王一博将担任 First Frame 第一帧单元的年度推动者的好消息。这个消息今天出来了。First Frame 第一帧由 First 与香奈儿联合发起，旨在以更具锐度的影像书写、更具突破的议题选取、更具力量感的角色塑造，为观众带来另一种观看立场。本届 First Frame 第一帧入围的影片由4部长片和5部短片组成，而王一博作为单元年度推介人中的一位，坚定地为年轻影人们护航，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来自年轻影人的力量，也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叙事。这种共情与表达能力的生生不息，才是最值得关注的。网友们通过 First 青年电影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王一博的个人资料。在影片的开头，他被介绍为一位年轻的演员，既是歌手又是职业摩托车赛车手。王一博的作品可以分为电影、电视剧、音乐3大类。除了已经播出的作品，介绍中还包括《无名》、《维和防暴队》、《热烈》、《冰与火》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将在近期播出。未来，此外，王一博在歌舞、体育和时尚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了验证。除此之外，介绍中还明确指出，王一博是 Z 时代中国年轻人自信、努力、积极向上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可见，王一博已经在不经意间，以他所拥有的态度、作品、开朗的精神，变成了 Z 时代青年的代表。事实上，王一博在电影界还是比较陌生的。这一次，我能够以电影人的身份推荐年轻电影人的作品，这意味着一博和推荐人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开始。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包括宣传大使和公益大使。而王一博要想再次担当起推广的工作，就需要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这一次的推广者身份是必须的。年轻电影人的作品应该被更广泛的观众看到，并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感觉刚踏入电影圈的王一博对年轻电影人的把握也更深，未来对年轻电影人创作的作品也会有更专业的视角和理解。从被大家忽视的默默无闻，到靠老牌演员撑腰的后起之秀，演艺事业可谓是五花八门。王一博除了有一点运气在身边，更多的是努力和坚持。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营销面子上，试图靠卖早期作品来维持名声的时候，他已经悄悄走上了蜕变之路。王一博的每一次选择，从参加主流活动到唱主旋律，从推动滑板嘻哈出圈到带领大家了解和参与滑板嘻哈，从小屏走向大众大屏幕，体现坚定和坚持。正是因为做出如此大胆的选择，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得到了官方媒体的好评，得到了专家的建议。如今，昔日成功的王一博能够用一己之力为新晋电影人保驾护航，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不仅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也是对他的改进之旅的验证。王一博的支持者们收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不仅仅是荣耀和尊严，还有王一博的飞速发展和他做出的美好人生选择。王一博，一个同样入不敷出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其他年轻的电影人，他们也在认真和勤奋地从事他们的项目。同样在征战路上的王一博认为，帮助年轻电影人带来更好、更有态度的作品，让优秀的电影进一步进化，更有意义。这是因为王一博也在奋斗的路上。对影视行业比较陌生的王一博，还有很多的职责要承担，属于王一博的未来，甚至还远未到。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作为一个年轻电影制作人的地位，拥有大量的工作和态度。此外，
激动的网民讨论了去年的 First Frame 活动，不仅有红地毯，还有香奈儿举办的晚宴，因此令人期待今年的 First Frame 能否维持活动。很希望主办方能听到广大网民的意见，让大家跟着王一博一起增加电影知识，结识年轻的电影人，也能成为能够查看新香水。我相信这个配置是最理想的，你怎么看？粉丝恶意污蔑王一博，并利用韩国娱乐 A 的照片，企图蹂躏国内娱乐。班韩的说法是正确的。追随国内娱乐和韩国娱乐的人，永远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至少在追星族眼里是这样。关注韩娱的人认为国内的娱乐质量低，关注国内的人认为韩娱不过是一堆赞美洋的大棒。一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很安全。然而，狩猎与生节弦的人已经疯狂了，他们需要在国内娱乐中建立存在感。在韩国娱乐圈内，有人提出了一个题为“你更喜欢韩国娱乐脸还是内部娱乐脸”的问题。9名内部娱乐界名人和9名韩国娱乐界名人被赠送给集团成员进行投票。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正确的。与韩娱同台演出的9位艺人的照片中，唇齿皆是鲜艳的色彩，他们似乎是用模具制成的。没追韩娱向小编道歉，但事实是我对任何一个角色都不熟悉。几乎所有出现在内娱的艺人都是证件照，只有王一博例外，他的造型是他身穿军装背对镜头的照片。他曾在电影《选择》中饰演江显云，这张照片是他扮演那个角色的照片。这严重破坏了一群当代服装艺术家之间的和谐，非常少量。在韩国娱乐圈中，国内娱乐艺人与韩国娱乐艺人进行了对比和对比，自然地，他们选择了一位韩国艺术家。除此之外，王一博在国内娱乐中使用的照片与其他地方使用的照片明显不同。距离王一博第一次出现在韩国，重回国内娱乐圈发展，已经快10年了。他参加了看似无穷无尽的活动和综艺表演，这里连他穿着较新装的照片都没有吗？民国时期濒临上阵的军人的照片要挂吗？难怪9位内娱音乐人的合影也是随机的。上内艺人在与处于游戏顶端的韩国艺人竞争时，拍非证件照的证件照合适吗？这股骚扰韩国娱乐爱好者的浪潮立即激怒了内娱，这不足为奇。毕竟，上述韩国限制令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阻止韩国文化渗透到青少年的生活中吗？谁的识别图可以抹粉、红唇白牙，但只有粉丝认的字母 P。同理，王一博的颜值也不是看几张韩娱和内娱并排的照片就可以贬低的。因为白牡丹时代的人们都称他为华丽，王一博决定在韩国将他天生的金发染成黑色。虽然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一段黑历史，但在他的支持者心中，那绝对是一段无人陪伴的白月光期。如今的王一博，虽然从少年的不成熟中走出来，却已经达到了非凡的成熟度。尽管如此，他的外貌却无法与一堆棍棒相提并论。2021年，王一博已拥有世界上最华丽、最惊艳的面孔之一，排名第3。饰演妈妈脸的王一博，并不仅仅靠自己的容貌，而是拥有了全身的气质。他与韩国娱乐业的成员发生了分歧。我的观点是，只要稍有一点美学知识的人，都能分辨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所以，你不是说追逐羽生结弦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吗？有不少韩国音乐人被辱化了，但他们仍然选择盲目地跟随他们，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通过践踏内部娱乐来掀起韩国娱乐。看来王一博是真的不喜欢韩语了。毕竟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有自己的舞台作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谢谢大家，再见。